欧啦啦，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未来人2671。一位自称来自于2671年的未来人呢，带来了他对于2024年的最新预言。他预言2024年上半年将会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那在2024年呢，还将会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随着现在网络的发展呢，在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自称是来自于未来人的神秘人。一位昵称是字母的一个 TikTok 的用户呢，他在视频中表示自己是一位来自于2671年的未来人。他还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预言视频，其中有一个视频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在视频中预告呢，说2024年剩下的时间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在这个预言的视频中呢，就提到了世界大战。他在预言中就说2024年的下半年呢，第2次内战将会在美国开始。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与美国其他地区呢隔绝，随后呢其他州也开始很快的离开，成为了新的地区，然后其他的国家加入，第3次大战就这样开始了。在去年呢，这个未来人在网上放话就说2024年呢会比2023年更糟，并列出了几场即将爆发的特大自然灾害。比如说1月呢，多个飓风呢会袭击美国、墨西哥和南美洲北部的地区，数百万人呢会失去家园。在2月呢，一场巨大的龙卷风将摧毁休斯顿。在4月呢，一场9.8级的大地震呢将使旧金山沦为废墟，引发大海啸，甚至吞没整个加州的海岸地区。然而2024年头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嘛，他所预言的灾难呢都没有发生。大家都说这位未来人呢就是个博眼球的骗子。那他的预言呢被当成笑话看看就好。然而当地时间的4月呢，亚洲东部的7.2级大地震居然发生了。更令人惊讶的是，3天之后呢，美国也震动了。当地时间早上10点多的时候呢，美国的新泽西州发生了地震，虽然只有4.8级呢，但影响相当惊人了。新闻上说整个纽约都摇了20秒，难道传说中的9.8级大地震真的会在后面到来吗？还有前年另一个未来人自称是来自于2090年的金，曾经成功的预言了席卷佛州的大飓风。EN 飓风呢，就是有记录以来登陆美国本土的第5强飓风，对美国东南部呢造成了巨大的创伤，造成的损失呢超过600亿美元。而美国总统拜登呢，甚至发表演说称它为美国的危机。而早在4月的时候呢，这个未来人呢就在一个3万人的群里发帖警告说，在8月14日呢，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呢会被毁灭性的飓风袭击，估计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大批的居民丧生。虽然大飓风EN来晚了1个多月，而且到了南卡的时候呢，已经减小了威力，遭受巨大损失的是它南边的佛州。不过人们还是被吓了一跳嘛。而2671未来人继续说他说在2028年的火星附近会出现一个小虫洞，虫洞呢通向另一个星系，那里有一颗与地球97%相似的行星，这会让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家园。他还说2029年呢，超级高铁正式公开。超级高铁呢，可以比飞机更快的环游世界，它可以在90分钟内呢，从佛罗里达州到达任意地点。未来人还说呢，在2030年呢，科学家开发出一种人类与其他动物交流的方式，这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其他动物它们到底知道什么，并了解到它们到底有多聪明。其实大多数的动物呢，与人类一样聪明。在2031年呢，第1次时间旅行测试呢会在丹麦进行，它可以有效的进行。但是当时呢，时间旅人是不可以返回的，他会被困在2045年。在2032年呢，水星轨道随机变化，并直接飞向了太阳，使得太阳系减少了一颗行星。最后呢，未来人说在300年后呢，地球会因为另一个外星物种的到来呢，遭到毁灭。这会发生在2323年，但是会选出8000名优秀的人种呢，带到其他的星系继续存活。虽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不过，如果真的发生了第3次世界大战，就会导致核战争，那么就可能对现代的人类文明造成巨大的影响。随着现代核武器的发展呢，让毁灭人类文明是变成可能性的。与一些常规武器相比呢，核武器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造成更大的破坏，并产生持久的辐射。一场大规模的核战可能会产生长期影响，这主要是由于释放性尘埃而导致的2次效应。比如全面核战争可能会产生核冬天嘛。那核冬天呢，它是基于数据化模型的一种科学假设，它预测了大规模的核战争可能产生的气候灾难。
核冬天理论就认为，使用大量的核武器特别是对像城市这样的易燃目标使用的时候会让大量的黑色浓烟进入大气层。那么这些烟雾随后就会飘向全球。由于烟雾阻挡了部分到达地面的阳光会让地表的气温下降。那在这样寒冷又缺少阳光的世界里很多的动植物就会死亡。其实类似于核冬天效果的情况，在地球的历史上曾经是出现过的。那就是巨大的小行星和陨石撞击地球后而导致的核冬天嘛。撞击冬季是一种长期的寒冷天气，是由于大型的这个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表面而造成的。它会向大气中喷射出大量的尘埃、灰烬甚至是其他物质，这些会阻挡来自于太阳的辐射，结果就会导致全球气温极度下降。那么一颗小行星与地球表面撞击的力量是比人类所有的核弹的威力还要大很多的。例如发生在6500万年前的那一次大撞击该小行星的大小估计直径为10公里。这次撞击就造成了一个直径200公里的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巧合的是，未来人在2月的时候还发布了一个新的预言视频。他在视频中就预言了未来几年将会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个预言就是他说有一颗1英里宽的小行星在与地球相撞的路径上被发现了。后面他表示人类还试图去摧毁它，但是失败了。那么这一颗小行星最后撞击到了地球的南美洲，摧毁了南美洲的整个大陆。如果按照这个未来人的预言来看的话，那么2024年将会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如果这个预言是真的发生了，那么这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后将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因为我们的太阳系中有很多小行星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之中。那么小行星带是太阳系中一个环形的区域，以太阳为中心，大致横跨木星和火星轨道的空间。它包含着大量的固体形状不规则的各种天体。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地球长久的历史之中地球曾经被巨大的小行星是撞击过的。比如说现代的记录最早的陨石撞击事件就是通古斯事件了。那是在1908年6月的一场巨大的爆炸就出现在了通古斯的上空。那爆炸炸毁了约2150平方公里的森林面积上面的8000万棵树全部被毁。那造成通古斯爆炸事件的原因就是一颗大约50-60米宽的小行星进入了地球大气层后，在这个落地之前在空气中爆炸。那通古斯事件是目前人类有记录以来发生在地球上最大的撞击事件。尽管更大的撞击曾经在历史之前发生过，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明确的记录。那还有一位未来人叫约翰提托，他是在2000年之后出现的。他当时出现在各大的网络论坛上，停留了几个月之后就消失了。当时的他是非常乐于跟各种网友交流有问必答。当时这个未来人就称他是来自于2036年。他说在那个年代时空旅行是很普遍的。他说他当时在他那个时空里是在美国军方就职，被委派乘时光机回到1975年带回一台电脑。但时光机当时出了点差错就让他阴差阳错的来到了2000年的地球了。他现在住在自己的家中，跟年轻时候的父母和只有2岁的自己住在一起。说到这儿有很多的网友当时就迷惑了，就问他说，这个38岁的人跟2岁的自己住在一起生活，那你们2个算是同一个人呢，还是2个人呢？那你的出现到底会不会影响他的未来呢？于是这个未来人就讲出了一个多重宇宙的解释。他就说，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四面都有镜子的房间里镜子里会有无数个你，无论你怎么动他们都会怎么动吧。你也可以说他们是你，也可以说他们都不是你。那多重宇宙也是这样的，它来自于一个跟地球相似的平行宇宙的2036年，所以两边的时间上大概有2%的差异。所以他跟2岁的自己可以说是同一个人，也可以说是2个人。他的出现不会扰乱这个世界的时空秩序，更不会对自己的世界产生任何影响，因为他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但那边其实也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而已。所以他那边的那些长官们根本就意识不到他已经迷失在了2000年。还有网友就很好奇问这个未来人说那你那个世界的2036年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未来人就说我给你们从头讲起吧。他说在我的时空里的2004年美国因为选举问题而发生了冲突，逐渐就演变成了内战，打了10年都没有停，而实力严重受损。于是在他严重受损的时候，他的老牌对手苏联一看机会来了，果断就发起了攻击。当然了，老美也不是吃素的嘛，就这样他们就持续的打到了2015年。那第3次世界大战于是就正式爆发了。战争持续的时间很短，
1年之内呢就结束了。但是因为双方都动用了核武呢，对整个人类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首先发生的就是当时的水不能喝了，那干净的水源就在我们那个星球变得非常珍贵。因为人们怕有辐射嘛，所以也不敢吃外面加工的食品了。于是呢，大家都自己干起了农活，自给自足嘛，自己养牛种菜那这么一来呢，战后幸存下来的人们都开始变得更加亲密了。因为出门会有辐射危险嘛，所以大家就很少出门，大家都以家庭生活为中心，就很少背井离乡离开父母去远方了。这个时候因为流动人口减少，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度就会增高嘛，大家都会走出家门跟邻居相互互动帮助了。而痛苦和社会的动荡呢，也让人类开始反思，许多的人又重新的走进了对神的信仰。在2036年呢，信仰与精神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主要部分。但信仰呢是更加注重个人化的，更加注重个人的精神修行。那所以呢，大型的宗教也就不需要了呀。至于科技方面呢，他说还在发展当中，只是主要用于提供交通方便，但是时间旅行呢成为了可能。那时候的人们都用起了网络电话，娱乐节目呢也都不在电视上了，而是在网络上传播。很多人甚至开始制作自己的节目呢，在网络上流传，就很像我们现在的世界了。那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当中吗？应该不会的，因为毕竟是不同的时空，两个时空在不同的时间上都有差异。或许那边的2004年呢，是我们这边更遥远未来的日子。当然了，也不排除是未来人给我们的一个警示嘛。也许未来人救不了他自己的世界，却救了我们的世界呢。在谈到时空旅行的原理的时候呢，这个未来人也提到了微型黑洞。他说我们这边的欧洲核子研究实验室呢，将在1年之内呢公布关于微型黑洞的信息。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呢是高能物理研究界的领头羊，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那个粒子对撞机嘛。除此之外呢，未来人也预言了疯牛症呢将影响美国。而将来的某一天呢，美国人会更关心安全问题胜过自由的问题了。从这几年美国各地越来越严重的治安情况来看呢，也许真的是这样的。而未来人还说呢，有人认为人所谓的记忆是你跟某个空间中的那个过去的你进行信息交流的结果。如果你认为这可能是真的，那么物理学告诉我们，来自其他宇宙的那些未来人呢，你也可以跟现在的你进行信息交流。事实上，不同空间中的所有的那个你呢，都可以互相交流的。那些人们认为的直觉、潜意识或者是脑中产生的幻想呢，很可能是另一个版本另一个星系的你在试图与你交流。如果脑洞再大一点的话，我们的灵魂也有可能跟各个空间中的那个你呢是有关联的。它可以看成是各个空间中那个无数个你的思想的总和。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你的生命在结束之前呢，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死亡。有的时候这个空间中的你死亡呢，其他空间中的你呢还活着。所以如何定义真正的死亡将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从更宏观上面来看呢，多重宇宙的存在就意味着所有的这些宇宙之上呢还会有一个超宇宙。那超宇宙就是这些所有不同宇宙组成的更大的宇宙。超宇宙的层面上呢，善与恶的概念也会发生变化。那么谁在定义这个宏观空间中的善与恶呢？未来人就说呢，是创造一切的神。因为在神的眼中呢，善与恶的概念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许多古老的传说中呢，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呢，就是在人心败坏的时候呢，天上就会降下灾难。那这些灾难虽然是给人类造成了痛苦，但其实呢是在帮助人类归正人心，让人类呢在痛苦中认清自己的恶，从而向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那就是每当一场巨大的灾难过去之后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人心向善的时代。比如2战之后的1950年代就是这样的。那未来人就说在他的世界之中也是如此。他说在他的世界的2015年的那场短暂的世界大战过去之后呢，人们就开始变得更加富有同情心，更加的珍惜资源，也更加的接近于神的精神。未来人就说呢，有一种有组织的邪恶力量正在违背神为人类灵魂制定的规划。那些没有被神看护的人呢，会让邪恶而得逞的。但是呢，善行最终会使得人类的精神向善。说完这些话之后呢，这个未来人就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网络上。最后他说其实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那讲到这里呢，有很多网友就会说了，这些未来人如果真的是来自于未来的话，那为什么他们的预言经常不准呢？
从未来看现在，就像我们现在翻开历史书一样看从前吗？不是什么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吗？那哪能差那么多呢？不过也有支持者就说要脑洞打开一些嘛，用发散性的思维来看问题。其实这些未来人呢，不见得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时空的未来，他们很有可能是从一个跟地球相似的平行宇宙中穿越而来的。科学家不是说宇宙大爆炸后形成了多个空间吗？如果按照维度空间来划分的话，甚至能够炸出11个维度空间。所以这些平行宇宙在另外的空间中也是很有可能存在的。那如果这些时空穿越者也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平行宇宙的话，那有可能我们这边还没发生的事情呢，在那边早就发生了。毕竟是2个不同的时空嘛，所以两边发生的事情呢，就不一定完全对得上，表现出来的呢，就有可能是他的预言呢，有时候精准，而有时候就不准了。当然了，未来人的真假呢，我们还是无法判断的。所以大家认为呢？欧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关注宇哥的账号看更多精彩内容哦。